千万别用微波炉加热的10种食物。你是否也曾在微波炉里加热剩饭剩菜？其实你可能忽视了它们的致命风险，比如辣味十足的干辣椒，竟然能让你泪流满面，由于加热后像橡胶一样难嚼，而最可怕的是，第一名的食物甚至能引发爆炸。这些食物一旦进入微波炉，后果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本期世界探索站将揭开微波加热的食物禁忌，一起来防范这些厨房中的隐形杀手吧。第10名，葡萄。微波炉通过发射大约2.4千兆赫兹的电磁波来加热食物，水分子在微波的作用下开始振动，从而产生热量。葡萄本身含有大量水分，因此在加热时它们会迅速变热。但是葡萄的大小恰好与微波的波长相近，这使得葡萄能够充当一个谐振器。这意味着微波能量会被困在葡萄内部，形成热点的电磁场。当2个完整的葡萄或2个葡萄半个即将葡萄对半切开放置得很近时，尤其是在3毫米以内，困住的微波能量可以在它们之间跳跃，形成强电场。这一电场足够强大，可以将空气电离转化为等离子体，一种由离子化原子和自由电子组成的高温发光气体，表现为可见的火花或小火球。虽然等离子体形成的视觉效果很吸引人，但它带来了显著的安全隐患。强烈的热量和电气放电可能损坏微波炉内部的组件，甚至可能引发火灾。在一些极端情况下，这一反应甚至会导致爆炸，因此千万不要在家中尝试这个实验。葡萄并不是唯一可能产生此类反应的食物。研究发现，像蓝莓、醋栗、葡萄、番茄和橄榄等水分丰富的小型食物也会在类似条件下形成等离子体。这表明反应与物体的大小和水分含量有关，而不仅仅是葡萄独有的特性。第9名，冷冻水果。微波加热冷冻水果可能会让你吃到的不是预期中的美味和健康。首先，微波加热会导致营养成分流失。研究显示，维生素 C 等热敏感的营养物质会在加热过程中损失，最高能减少 30%。其次，微波加热后的冷冻水果往往变得糊状，失去原有的形状，尤其是做沙拉或作为小吃时，它们变得软糯，不再脆爽。你可能会发现，水果变成了类似泥状的质地，完全无法满足你原本期待的口感体验。更令人担心的是，微波加热可能导致加热不均，部分水果过热，部分仍然冷冻，可能会导致细菌滋生，特别是对于可能带有病原体的水果。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不妨试试更好的方法。如果你不急着使用冷冻水果，最理想的方式是将它们放入冰箱自然解冻，6至8小时后，营养和口感都能得到完美保留。如果时间紧迫，可以放入冷水中解冻20分钟，效果比微波加热好，而且营养成分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，还能喝掉解冻水，增添营养价值。第8名，面包。面包主要由淀粉和水分组成。当你用微波炉加热面包时，水分会迅速蒸发，这导致淀粉重新结晶。这个过程叫做淀粉逆向凝胶化。这种变化会使面包在冷却时变硬、变韧，失去原本松软的口感。举个例子，当你加热披萨时，面包部分可能会变得像橡胶一样难以咀嚼。这就是因为微波炉加热的方式与传统烤箱不同，微波炉是从内部向外加热，导致水分流失和结构变化，而传统烤箱则是从外部向内加热，更能保持食物的水分和口感。为了避免上述问题，在加热切片面包时，使用烤面包机。烤面包机能够通过辐射热加热面包表面，使其外层变得酥脆，内部仍保持柔软。对于整条面包或面包卷，烤箱是更好的选择。你可以将面包用锡纸包好，放入预热至180摄氏度的烤箱中加热10至15分钟，这样能确保均匀加热，同时保持面包的湿度和口感。如果没有烤箱或烤面包机，最简单的方式是在微波加热时放一杯水，和面包一起加热10至20秒，这样能增加湿度，减少面包变硬的程度，但效果不如烤箱，需注意时间控制，避免过热。第7名，芦笋。大家都知道，微波炉加热食物很方便，但对于芦笋来说，其不均匀的热分布会对芦笋造成不利影响。首先，芦笋的嫩尖和茎部厚度不同，微波加热容易导致嫩尖过熟而变软，茎部可能仍未完全加热。这种不均匀的加热会破坏芦笋原有的脆爽质地，使其变得湿软，口感大打折扣。而且，
微波加热还会让芦笋中富含的维生素 C 和 K 等营养成分流失，损失高达 30%。如果你注重营养和健康饮食，这绝对是个需要注意的点。甚至有些人反映，重新加热剩余的芦笋时，微波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其质地，甚至在储存不当的情况下增加食物中毒风险。第6名，干辣椒。你是不是也曾想过把干辣椒放进微波炉加热，快速释放香味？其实这个做法存在巨大风险。微波加热干辣椒会释放辣椒素，这种物质是辣椒的辛辣来源。加热过程中，辣椒素会挥发到空气中，而微波炉的风扇则会把它们扩散到整个房间。结果呢？你可能在打开微波炉门时，眼睛、喉咙甚至肺部都会感到刺痛，像是无意中接触了胡椒喷雾一样。特别是那些高辣度的辣椒，比如哈瓦那椒或鬼椒，它们的刺激性更强，可能会让你剧烈咳嗽甚至流泪。那么，如何更安全地使用干辣椒呢？建议用热油炸辣椒5分钟，加入芝麻提味，或者用20克干辣椒和200毫升油慢煮。制作辣椒油时可以加入香料，风味十足。第5名，大蒜。大蒜因其独特的风味和健康益处，如抗癌、抗菌而备受推崇。然而，你知道吗？微波加热大蒜可能会破坏其营养成分，甚至让它失去所有的抗癌功效。根据1998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，微波加热1分钟就能摧毁大蒜中的活性硫烯丙基化合物，而这种化合物对抗癌至关重要。如果加热前大蒜没有切碎或压碎，并且没有静置10分钟，这些重要的抗癌成分可能完全丧失。另外，微波炉通过电磁波加热食物虽然快速，但这种加热方式常常不均匀，容易导致大蒜中的水溶性维生素和活性成分迅速分解，从而让大蒜失去风味，甚至变得苦涩。不仅如此，如果大蒜的根部没有去除，微波加热还可能引发根部着火或爆炸的危险。第4名，油炸食品。你是否曾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？从快餐店带回家的炸鸡，第2天想加热时，却发现微波炉让它们变得湿软，毫无食欲。微波炉通过激发食物中的水分子，使它们快速振动，产生热量。这种加热方式会导致食物内部的水分转化为蒸汽，而蒸汽会使油炸食品的外皮变软，失去原本的酥脆口感。此外，微波炉加热不均匀，你可能会发现炸鸡的某些部分已经很热，而其他部分仍然冷冷的，这样会严重影响口感。而且，炸鸡在高温油炸时会发生美拉德反应，这是一种化学反应，能产生独特的香气和风味。可惜，微波加热无法复制这一过程，反而让炸鸡的味道变得更加平淡。第3名，整颗马铃薯。整颗马铃薯含有大量水分，加热时内部水分会迅速蒸发，形成蒸汽。如果马铃薯皮没有被刺破，蒸汽无法释放，压力积累就可能导致爆炸。为避免上述问题，需在微波前采取正确步骤。首先，彻底清洗马铃薯，去除表面泥土，用叉子在马铃薯上扎孔，每面至少4至5次，确保蒸汽可以溢出。将马铃薯放在微波炉安全盘上，避免直接接触炉壁。使用高火微波加热约5分钟，翻面后继续加热5分钟。根据马铃薯的大小，可以适当调整加热时间。用叉子插入马铃薯中心，轻松插入即表示熟透。如果插入困难，可以继续加热，每次加热1分钟，直到熟透为止。马铃薯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加热时间，小马铃薯约150克，加热时间约8至10分钟；大马铃薯200克以上，加热时间可能需要12至15分钟。加热过程中记得随时检查，以避免过熟或未熟。与传统水煮相比，微波马铃薯能保留更多营养成分，因无需浸泡在水中，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如钾不易流失。然而，微波马铃薯的口感可能不如烤箱烤的脆皮，皮部较软，适合时间紧迫时快速食用。第2名，鱿鱼。微波炉的加热方式虽然方便，但并不适合鱿鱼这种肉质细腻、易受高温影响的海鲜。首先，微波炉加热的不均匀性是一个大问题。当鱿鱼放入微波炉加热时，某些部分可能会过热，而其他部分却没有加热到位。这种加热不均匀会使鱿鱼的肉质发生变化，过热的部分蛋白质会凝固，导致鱿鱼变得异常坚硬，吃起来像橡胶一样难嚼。此外，微波炉的高温会分解鱿鱼中的油脂，释放出强烈的鱼腥味。这种气味不仅影响食用体验，还可能在厨房中长时间残留，令人不适。
还有，当鱿鱼本身已经烤制或炸过，微波加热后，它的酥脆外皮也会失去原有的口感，变得湿软，完全没有了炸鱿鱼圈的酥脆感。第1名，鸡蛋。微波炉通过快速激发食物中的水分分子来加热食物，然而鸡蛋内部的水分在短时间内会迅速转化为蒸汽。当我们加热带壳鸡蛋时，蛋壳的孔隙无法及时释放蒸汽，导致内部压力急剧上升，最后可能爆炸。甚至是已经煮熟的硬煮蛋，也可能因为蛋黄内残留的水分在加热时转化为蒸汽，产生积聚压力，导致爆炸。结果，爆炸不仅弄脏微波炉，热蛋液和尖锐的蛋壳碎片可能飞溅，带来烫伤或割伤的危险。那么，怎么加热鸡蛋才不会爆炸呢？最好将蛋切成小块，如4份，这样可以更均匀的加热。加热时使用低功率，每次加热10至15秒，避免长时间高火加热。好了，今天学到的10种微波炉加热食物禁忌中，哪一条最让你意外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也可以点赞加订阅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